美国正在计划强化在澳军事部署。美国防部准备出资扩建澳大利亚廷德尔空军基地，以便轮换部署6架可携带核弹头的 B-52战略轰炸机。近些年，随着美国在所谓印太地区推行大国竞争战略，澳北部地区的军事价值越发受到美国的重点关注。这也意味着澳北部即将成为继关岛之后又一美方军事重镇。美国国防部11月1号证实，美国将在澳大利亚廷德尔空军基地部署6架 B-52轰炸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有着长期伙伴关系，对美方而言，派飞机参与与澳大利亚的联合演习并不罕见。赖德还表示，美在澳部署 B-52轰炸机一事，向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美国有能力威慑并在必要时参与，随时应对全球各种突发事件。当被问及 B-52轰炸机将于何时开始部署时，澳国防部拒绝回应，并企图弱化这次军事部署的敏感性，只强调美战略轰炸机与澳大利亚有着数十年的交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表态也十分谨慎。We engage with our fri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 From time to time, there are visits, of course, to Australia, and of including in Darwin, that has US Marines, of course, on a rotating basis, stationed there.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该电视台从美国国防部获取的相关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已经划拨1440万美元预算，准备在澳廷德尔空军基地建设专用停机坪，以支撑 B-52战略轰炸机中队规模的行动，确保 B-52战略轰炸机每年干旱季节再次进行轮换部署，并遂行多场演习活动。廷德尔空军基地位于澳北部北领地地区，达尔文港以南300公里。关岛包括美国本土，它基本上对于这个欧亚大陆都是一个从东向西的打击。那么这个南北向的打击，一方面是一个新的进攻方向，另一方面呢，也是它这个打击的来说，它的这个力量的一种增强。澳政府官员已确认该消息，并透露项目已进入设计阶段。据悉，美军将投入1亿美元用于整个廷德尔空军基地的改造，除建设停机坪外，还包括升级跑道、建设燃油存储设施、弹药库、宿舍和相关训练设施等。预计整个工程将于2026年底前竣工。当地官员希望这个项目能拉动经济增长，并否认将增加当地成为潜在军事目标的风险。It's good for jobs in those areas, the indirect jobs that come with having Defence Force people there. I do not think it increases the risk to those communities. 时事评论员施洋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战略轰炸机的部署将毫无疑问改变澳大利亚的角色，增加潜在冲突隐患。那么传统上来说呢，美军的主力的这个军事力量是部署在第一岛链，而这个第二岛链的地区，比如说澳大利亚，比如说关岛，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呢，主要是作为向第一岛链提供后勤支援的这么一个力量。那所以说，一旦即使在军事在战争期间，澳大利亚也好，这个关岛也好呢，它可能还能够把一些活动给摘干净。但是现在在这个廷德尔基地直接部署这个轰炸机，实际上就是美军把第二岛链也像第一岛链一样，甚至说第二岛链变成更加重点的这种进攻的这个作战打击地域。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自身要承担的这种它遭到打击的这个可能性必然是要升高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31号回应表示，美澳有关做法加剧地区局势紧张，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中方敦促有关方面摒弃陈旧的冷战联合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增进各方互信的事。B-52轰炸机是美国空军战略打击力量的骨干，能携带远程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不接受空中加油的情况下，航程达1.4万公里。上月被中方制裁的波音防务公司发布了 B-52战略轰炸机的改进升级版的完整构型。据称，最新改进的 B-52轰炸机更换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 F130涡轮风扇发动机，以及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将增加航程、提高飞行性能、提升燃油经济性、降低维护和运行成本。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美军也将 B-52派往所谓印太地区。
今年稍早时候，美国就向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了4架 B-52轰炸机。战略轰炸机作为美军最为重要的战略打击平台，部署条件十分苛刻。目前仅有本土的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和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有部署。去年12月，美国防部发布的全球态势评估报告强调，澳大利亚是未来重点加强力量部署的区域包之一，而澳方则采取迎合态度，强化澳北部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各大军种都表现出对在澳大利亚新设基地分一块蛋糕的浓厚兴趣。美海军陆战队是首批进驻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目前在达尔文保持约2500人的轮换部署规模。美陆军在今年3月也建立了轮换部署特遣队。美海军则预期将根据所谓新印太安全联盟协议，联合英国为澳大利亚建设攻击核潜艇并培训艇员。而美空军也提出了所有机型都在澳北部地区轮换部署的方案，这次又增加了廷德尔空军基地的 B-52部署。如果说美国在廷德尔这个方向上最终建成了一个新的战略轰炸机基地，那么它通过把一部分的这个力量部署到这个方向，就会迫使我们出现一个需要在从南海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南部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战略上的防空方向，那对我们来说肯定要分散相对的雷达预警力量、作战指挥力量，空中的这个防空拦截，然后日常的巡逻以及防空导弹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兵力兵器。那从这个来说，会加大我们的防御的难度，也会牵制上更多的兵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部署一个 B-52轰炸机空军基地，引起全球关注，您怎么看？主持人好，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 B-52轰炸机空军基地，不仅加强了区域紧张，也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我们知道B-52轰炸机具有核打击能力，携带核弹头，在澳大利亚建立基地，相当于把核武器搬到了澳大利亚，搬到了亚太地区，这是公然搞核扩散。这和澳英美联合为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舰队是一样的，本质上是核扩散行为。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通过在澳大利亚部署 B-52轰炸机，那么原来无核的大洋洲成了有核的大洋洲，这就会形成一种先例，让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效仿，使得亚太成为核武器聚集地。你比如说东亚，这个日本和韩国可能援引这个先例，在本国部署美国的核武器，甚至自己发展核武器。尤其是日本对发展高端武器很有野心。现在美国基于所谓的印太安全，而核武器都部署在澳大利亚，假以时日，美国也会以同样的理由放日本一马，让日本拥有核武器。如此这亚太地区将永无宁日。还有美国率先打破核不扩散原则和规定，无视国际法，其他云核国家也会跟随转让核武技术，就会加剧这个核扩散，让世界充满核危险。因此全世界都要站起来，对美国不负责任的核扩散说不。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 B-52轰炸机，对中国的安全有何影响？中国应当怎样应对呢？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具有核攻击能力的 B-52轰炸机，就是针对中国来的，给中国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首先是对中国南海的威胁。美国部署 B-52轰炸机，不仅对中国南海的安全带来威胁，而且会以此要挟南海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向美国靠拢。和平的南海可能会出现惊涛骇浪，出现类似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核对峙也不是不可能。其次是阻碍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交流。B-52轰炸机摆在澳大利亚，那么中国与南太国家的经贸和安全合作都会受到影响。南太岛国可能慑于美澳核力量，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力度和广度。今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协商签署安全协议，就让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很不满。他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拦截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再次是对中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构成威胁。在美国切香肠般的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公然支持台独势力后，中国发出加快统一国家的召唤，不允许外国干预势力插手台湾事务。于是美国开始用核威慑来制衡中国。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呢在关岛部署了4架 B-52轰炸机，现在呢又要在澳大利亚部署6架 B-52，都有明显的制衡中国的企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从美国把中国列为美国头号安全威胁以后，美国呢正在编织网络，要把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友联合成网，从战略上制衡中国。对此呢，中国除了加强军事现代化，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能力以外，也要利用大国身份，用国际法来揭露美国违反核不扩散条约的行径，让世界知道呢，美国为霸权呢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而美国干出的这些事呢，却对区域安全和世界和平没有什么好处。今年9月中国就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上彻底打掉了这个美英澳3国谋求核潜艇合作合法化的企图，指出这个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呢就是3违反项目，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违反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这呢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对待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 B-52轰炸机，中国呢也可以拿起国际法的武器，逼退其核扩散行径。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